来了来了，来喽来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Hello，大家好，我是熊艺文。然后呢，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临沧。然后呢，这边旁边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本地的茶咖专家朱庄主。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家人们。然后小熊这趟应该是第二次来临沧了吧？对，那对临沧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是挺好玩的，很有意思。然后这几天也非常的幸福过的。然后我上一次来呢，就是上一次来临沧，我是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了，然后也在这里，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喝咖啡的人，我在这里呢就是喝到了各种各样品种的咖啡，然后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幸福。然后呢，今天我们就要麻烦我们本地的茶咖专家带我们一起云游临沧，可以吗，老师？没有问题。那今天我们就不要干讲了，我们先把这个茶叶喝起来。我们先喝起来。然后现在我们先冲一壶，然后临沧的茶叶，然后过一会儿我们再冲一些咖啡，然后不同的一些品种和不同的那个口感，我们再给那个小熊，然后你再帮我们品鉴一下。好的。那现在我们先冲那个。这边您看你是要先喝西归，还是喝磨烈，还是先喝大雪山？我是建议您先喝大雪山，然后从口感的那种淡雅，然后喝到那个它的刚烈，然后到好，可以啊，然后就浓度越来越高。行，那我今天就听您的。好的，那我就给你冲泡。好的。晚上好。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品尝一下这3种茶，好吗？那现在我给你冲一泡那个大雪山的古树晒红。好的。本来一般的红茶他们会用烘焙的工艺，但是烘焙的工艺它最大的优点就是香甜，当然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太长时间存放，所以我们就改变了一个工艺，就是用太阳直接把它晒干。那这样的话，这个茶越纯，它的蜜香和豆香就越浓。所以它是直接通过日晒来把它晒干。对，它是因为自然光照的话，它对茶叶里面的一些活性物质，它不会起到那种消杀的作用。所以你存了之后，它会有转换的更大的空间。好的，那我来品尝一下。然后这个茶叶呢，因为红茶我们不能用特别高的水温，然后我们只会用到92度的水温。92度。对，因为水温太高的话，这个红茶会把它的这个茶叶里面的一些儿茶素啊，还有那个内含物质出来太多，就请出物质太多的话，会导致那个红茶会有一点点发酸。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水的温度控制在90到92度。对，让它温度稍微降一点。看到没有，都是知识点，还是很讲究的。也没办法，我们就祖先世世代代就在这边做茶。这个是要滤一遍是吗？这个是我给它烫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盖网，然后让它这个温度然后保持在90到92度之间，然后不要温度掉下去。我俩就2个人的量，然后我就用了4克的一个小的量。好的。因为今天可能要喝好多种茶，所以我把这个量然后把稍微降下来。今天可以喝好多种茶，好多杯茶。那泡茶和泡咖啡呢，其实还不太一样。所以泡茶是需要有一点这种心里面有一点悠闲的那种空间，就是我们慢慢去喝茶，慢慢去品茶，细品。你看小熊，它第一泡的汤色并没有那么好，它有一点点琥珀色，然后再往后它就会有那种红酒的那个颜色就会出来。是会越泡越深是吗？对。然后这个茶呢，您喝起来呢，它会有淡淡的那个花香，它有一点像咖啡的，其中有某一款咖啡，它会有一点淡淡的那种梨树花的那个香气。您喝一下，然后也会有一点那个大枣的那个枣香。它同时这个茶的冷杯里面呢，它也会有咖啡的那种焦糖感。
就是它喝起来是不是感觉很甜？但是它不能叫甜，因为在中国的古文化里面，那个我们不能叫甜，叫甘。甘和甜它是两回事。那甜是用舌头的尖部，然后来体验到它的甜度，但是回甘的话，它是整个口腔的，对整个口腔的感觉。对，所以它会有刚烈，或者是会有那种回甘的感觉，就是我们会生津，它才会跟这个甘然后发生在一起，它是整个感官然后在一起。这一款呢是我们用了大雪山的500多年的一个古树，然后做的晒红。这是大雪山古树茶。对对对。因为我想给今天带小熊喝呢，就慢慢，然后把这个口感、层次感，然后慢慢往上拔。然后这个口感确实是很好。然后我喝完这一泡，我们再接着深入再喝第二泡，然后第二泡它的那个浓度就会慢慢往上升，就包括它的一些回甘度啊，它的一些甜度啊，然后还有一些焦糖感。其实我对大雪山这个地方我是很熟悉的，因为我去过这个地方。然后呢，大雪山就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事情是我在那边看到了一个古树，就是一棵古树，它是横卧在山间的，然后整体它特别像一条龙，它是这样子横卧，然后龙头是朝着那个山下的，然后我在那上面产出了非常多的照片，非常好看，然后它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有那种宿命感。其实你说到这个茶树卧着的这条龙，我突然想到谁？想到诸葛亮诸葛今生卧龙。对，因为当时他在《三国演义》里面，他其中有一段不是提到了那个他三擒孟获，三擒三放嘛。然后孟获其实他就是在大理和临沧这边两边移动的一个部落。那对于我们这边的茶，其实跟诸葛亮是有很大的关系，在传播上面。那我们进入正题，然后我再试一下第二泡。第二泡它的那个汤色，然后就会变得像红酒一样。好的，我来看看我来尝尝第二泡。酒精会变得，你看它这次就比上次要浓一些。上次是那种很浅的那种琥珀色，然后这次它是一个很深的一个琥珀色。是不是就是每一泡都会颜色不一样？对，一般是3泡以后，它颜色就开始稳定了。我给您倒吧。谢谢你。您慢慢品，也感谢你看你这么爱我们临沧的这些古树茶。应该的，尝尝。这个确实感觉味道比之前要再浓郁一点，比上一泡。但确切来说，这个茶是因为我们去年才做的茶。一般我们的古树晒红的话，我们如果超过3年以后，你冲下去以后，它立马就是会有蜜香。它现在是会有一点点兰香，但3年以后的那个蜜香就会特别明显，就是你闻上去像那个蜂蜜挺甜的那种香。哇塞，喝得很舒服，感觉。你还是那个小熊，你要少喝一点，因为今天要给你喝的是很多茶。行，所以我们每一泡我们就尝一点点。好的。你就倒在这个我们的出水这就行了。基本上有没有一些什么微妙的体感呢？谢谢。就是我感觉喝进去之后，因为今天的天气其实挺凉的嘛，然后我喝进去之后，感觉这边就是很通透的感觉，整个身体都热起来了。下一杯你们先喝好吗？下一杯你们先喝。有空来我们可以请你们喝。来临沧玩，我们请你们喝咖啡喝茶。那没，朱老师都已经发话了。主要是小熊老师，然后你们只要关注到小熊老师，到这边我都可以免费请你们喝一杯咖啡，然后喝1壶茶。谢谢你。那我们这次就喝第3泡，我们就请禅折纸，因为可能还会喝一些其他更烈的一些茶。这是第3泡，为什么前2泡没有给你们先喝呢？因为前2泡老师说了，那个颜色不够稳定，到第3泡的时候颜色已经稳定了，这个是风味最好的一杯，你们先喝。OK， 来，老师。
就特别甜。然后它会有一点点那个叫儿茶素里面的那个，不是儿茶素，是当宁里面会有一点点微涩，然后那个涩它就会带来舌根，然后就是有那种回甘的感觉。对，大概10秒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回甘的感觉。就感觉在品我们确实，我感觉这个就是它第3泡的时候，它的整个味道是会更浓郁的，它整体在口腔里的感觉是更好的。我觉得你体感特别好，是吗？那我们就再看看再换下一泡。行，我都出汗了，循序渐进。好的，都出汗了。你们喝到了吗？刚才那杯？你看。小熊这一泡呢，我用了一个西归的果树这是西归的，对，研发了一个新的工艺叫炭焙白茶，它是那个岩茶、红茶和那个白茶3种工艺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款茶里面呢，我们叫它什么茶呢？叫一款没有老灯味的茶，没有老灯味的，有咖啡味的茶。这是有咖啡味的茶对，因为它毕竟是有过烘焙的那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个茶呢，在德国的那个欧盟普洱茶叶协会那边，我们会卖的比较好。然后他们就欧洲人会比较喜欢这种，就有烘焙像咖啡然后香香的、甜甜的这种口感的茶。其实对于西归来说，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啊。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西归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有一种昔日归来的那种诗意感的那种名字。然后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就是茶树，它是长在石缝里的，对吧？然后它长在石缝里，然后整体就是我当时其实很震惊的，我其实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对。然后我看到了很多那种茶树都是从石缝里这样钻出来长的，对。然后你看它《陆羽茶经》里面的第2篇呢，他就讲到，他说茶之上者生于浪时，这个浪时是什么呢？就是烂时出好茶，对，是吧？对。然后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海枯石烂，海枯石烂就是它是描述了一个石经的长度，这个石经特别长，就是要把海让变干，把石头自己风化让变成浪，就是它需要几千万年的一个自然风化的一个过程。然后那么这边我们的所有的茶树都生长在这些石头在风化那个过程，然后从沙子变成土那个过程，那这个那个石头里面就分化很多那种有机质、无机质和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像对人体有好处的硒啊、钾啊这些，然后抗氧化的，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去喝起来，然后对我们肠胃比较有好处的一些茶。那么这款茶呢，就适合什么时候喝呢？就适合任何时候，并且它不挑人，它不会喝了说睡不着或者是肠胃难受，因为它这款茶我们已经把在加工工艺的过程当中已经把它的所有的寒性就去给它去除它就是比较温和的，更适合就是可能刚开始喝茶的人去喝的是吗？对就是在中英里面有一句话叫中正平和，然后它就特别适合这款茶的一个描述。好的，罗老师交给你了。好，我先来尝一尝。这个你要稍微等我一下，我把这个水再加高一点。这款茶需要的水温需要到97度以上。哇，好精确！就是刚才是90到92度，这一款茶它要用97度的水。想试试咖啡味的茶，大家都是想喝的。老师，您将来可能会有很多人过来找您要，就是您请他喝茶。可以，反正这边只要关注你的，然后免费请一杯咖啡，行，然后免费送一壶茶。好的。然后你看泡这个茶，那个我们用的器具它都不同。这一泡是用了一个紫砂的一个器具，紫砂的一个盖碗，它是用了一个特别古朴的一个加工工艺。这个是我的一个老师做的一个紫砂，但它又跟那种平时的那种瓷的盖碗又不太一样。就是这紫砂它特别好的地方是它有气泡，气泡里面呢，我们把这个杯子加热以后，它一直就在那恒温，就像我们砂锅一样的。明白。想喝了。这款茶就特别适合，然后像你这样的青春年轻是吧？有活力的人去喝。那所以说，为什么在刚才一开始讲说这款茶的描述叫一款没有老灯味的茶？一款没有老灯味的茶，就是那种像老茶客，然后他们会觉得喝这个茶会不太过瘾。但是像那种平时不怎么喝茶的人呢，
他就喝起来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喝下去香香甜甜的，然后感觉有那种幸福感。我来品尝一下，我先来替大家品尝一下，然后大家之后也可以自己亲自来体验一下。瞬间觉得自己喝的不香了，没有，我觉得每个人手上的都是好的。对，其实是适合自己，对，自己喜欢的是最好的。对，适合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是我觉得最好的，就大家觉得是最好。就一定是他觉得说，哎，这喝起来适合他，对，比较舒服，那这个可能是适合自己的喝起来会比较好。这个确实，这个茶色我感觉它就清亮一些，好像。你看你闻一下，它就有那种咖啡的那种烘焙的那种感觉。是吧？是有那种味道。那现在我们在国内，我们自己的话，就是那个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喝，然后在欧洲的话，因为我们推生普的话会比较难，就像中国人一开始喝咖啡一样，会觉得有点苦。所以我们就先给欧盟那边的，我们是给他们新推的这款茶，因为他们比较符合他们的一个饮用习惯。我要来品尝一下。然后这款的工艺就会比较复杂。首先，我们把茶叶采回来以后，在汤酿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用炭火给它加温，然后让它那个茶叶叶片然后迅速失水，失水到70%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开始把这个茶然后拿来放在没有阳光的地方自然汤酿，然后7天一个流程。那还是很复杂的，就是它是看上去是那种好像没有什么加工工艺，但是在时间的这个程度上和对它的呵护程度上会比较精细。那就是整体它就是比较娇贵的那种，是吧？其实就叫大象无形。就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加工工艺，但是你对它的那种认真程度要比快速去制作一个茶要更用心。它就是需要的时间更多。那并且它在茶叶在最后快要干燥，然后它水分还有20%的时候，我们还要再烘焙一遍，然后把茶叶用炭火焙干。这个确实，我刚才喝起来，我感觉它是更加的清新一点，然后它没有那种苦的味道，我几乎喝不到苦味。这个不会喝到苦的。对，而且它的耐泡程度又特别高，然后一泡茶起码我们能喝30泡，就30泡。对，弄一次能泡30泡，就是我可以喝30杯。我俩如果我俩不换茶的话，应该能喝到我俩都喝到茶醉。我看今天挑的这个小公道杯，我感觉也是特别实惠，然后就看上去很淡的，很文雅。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茶的颜色，就是对比起刚才那一款茶的话，比起西归的话，比起大雪山的话，这个就是更加的会清亮一些，然后你喝起来就是更清爽。谢谢你。第2泡。我觉得这一款其实，也不一定啊，就是我觉得应该会更适合大家一点。这一款茶的整体感觉也很适合我，我觉得这个就相对来说，我更喜欢这个的这种味道。那就证明其实你的嘴巴也是很挑的，因为这款茶目前我所知道的认识的做茶的朋友们，没有人在做这款茶。因为我研发这款茶也是花了4-5年的时间才把这个确实是研发出来，很好喝，而且主要是它有那个咖啡的那种那个味，那个调性，对那个调性，然后它又很清爽，整体喝到嘴里就是很清爽的感觉。这个好喝。西归，对，它叫西归。喜欢甜一些，这个其实它就是有一种那种甜甜的感觉。大美临沧。我们临沧的主要的词语我都知道。大美临沧，应该是来过临沧的朋友吧，家人。他们应该都很喜欢临沧，是吧？都很喜欢临沧吧？是吗？这是第3泡，好，依旧第3泡，你们先喝。
晚上喝这个不会睡不着，因为老师刚才说过了，他是说这款茶是适合于任何时间喝的一款茶，所以它是不会让你睡不着的。因为它这款茶呢，它主要的特点，我们就是要让更多不怎么喝茶的人去接受它，所以我们在加工制作的过程当中，用了我们自己的工艺，然后把更多的咖啡因和咖啡碱然后去除掉。所以你喝上去，它不会有让你说提神醒脑，它会让你内心感觉到愉悦那所要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等到我们下一泡我们再上我们的磨裂的时候，跟这个就是相反的，然后那个就是要让大家提神醒脑，然后感觉到这种男子汉的刚烈。磨裂像将军一样霸气。将军是以前我的外号。是吗？以前我在大理丽江的时候，让别人送我的外号就叫将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喜欢下棋。每一次他们都要叫我下象棋是吧？对，将军老下不过别人。那这个我俩有最后喝一泡。最后喝一泡。喝了会愉悦的茶。对，我觉得我反正觉得我刚才喝的这一款是很好喝的，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喜欢。比较奇特这款茶。对它的味道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味道。当然，像那种喝生普的老茶客，他喝这个，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滋味好像差一点，就苦味不够，涩味不够，对，因为当时追求的结果不一样，对，就不要求。像我爸爸那个年龄，他喜欢喝的茶应该就不是这一种，他应该就喜欢喝那种浓一点的。对。想喝，我觉得呢，大家就是看到也有我刚才带大家一起品尝了2款茶，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亲自来品尝一下，就是亲自来临沧，来这边感受一下这边的人文氛围，还有这边的环境。其实比起说就是喝茶，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坐在山间这种感觉，然后你很宁静的放掉你城市里的生活，然后呢来这儿静静的喝一杯茶，让这一段时间只属于你自己，这个感觉是很舒服的。这一泡呢，我们尽量把水温提高到100度，但是这边因为高海拔到不了100度，但我也尽量让它烧到98度。好的，这个就是现在就要泡磨裂了，是不是？对，泡磨裂。OK， 因为我很期待这个生普的话，最好是那个它的水温稍微高一点。所以在那种海拔比较低的那些1、2、3线城市，其实喝这种茶是比较容易出最佳的口感。因为它的温度能升到100度。100度。但这边我们再努力，也就是能加温到98度。你看老师的就是数据都非常的精确，都非常精准。我非常期待这个磨裂，这个很霸气，然后可能一口喝下去，然后一会儿你就会身上会冒汗的感觉。对，因为我对磨裂的感受是，就是我去磨裂的时候，就是那个磨裂的路是就是我感觉我的第一印象磨裂就是它那个路非常的磨人，非常磨人，因为我们是开车开到一半，然后后半程都是步行上去的，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就是我看到那个寨子，它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它那个感觉是很震撼，它周围全是原始森林，然后那个寨子就在那边，所以整体的那个感觉是这样的。然后我也听过很多关于磨裂的说法，就是磨裂的茶就像将军一样霸气，然后它的后劲会非常的足，对，它会非常提神，对然后我们这些刚才介绍这几个山头的茶呢，生态都特别好。对。然后我们都已经是回到了一个自然农法，就是不施肥、不打药，然后甚至我们连翻地我们都不翻，因为一旦翻地的话，我们会把地下的一些益生菌种，然后破坏它的菌群，然后它再重新再长一遍，就要保护它那个原始的那个对地貌。尤其是古树茶，其实你施肥也没啥用，因为古树茶的话，上面长多高，然后下面它就长多深然后在所有的树种里面，
只有茶叶，然后是跟那个中国的中庸平衡是最能联系在一起的。这上面长成什么样，下面是同样长成什么样根，就上面长多长，下面长多长，并且它连那个枝杈跟那个根部发芽的那个分支都是一样的，它是上下是平衡的，哇塞，对称的。那这个我觉得很神奇，也因为很像我的星座。对，因为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个呢？我们经常会去看那种，比如说这边雨季的时候会有一些古茶树塌方了，然后整个根部就露出来，然后我们就会去对比，然后经常去看。所以它露出来的地方有多少，它底下长的根就扎的有多深。对，那这次是因为你时间太少，如果时间多的话，其实我可以带你去看好几棵这种，故意留下来让它看得见那个侧面的根啊，和上面长的那个形状的。好的，那茶树它特别神奇。上班河，对，可以上班河。天秤，对，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对于就是我是天秤座的，然后我会有那种强迫症，就如果说什么东西它不太对称的话，我会有那种强迫症，我非要把它弄对称。就我看照片或者什么，就是如果我看那个构图，那个线如果是歪的，我会就有点强迫症，我会把它调正。那如果那这种茶树就对我很友好了。上面长多长，下面长多长。就是茶树已经长得很完美，你追求的完美就是跟茶树一样，很适条就对。第一泡还没有稳定，所以我先喝。哇，这个明显不一样。对，明显不一样。就是跟整体的口感，还有它整体的，就是我喝完之后那个反的那个后劲儿也是不一样的，整体都不一样。就刚才那泡像吃上海菜，然后这泡就像吃川菜一样。对，它这个很烈，像磨烈，很烈那种感觉。所以跟它的名字是很符合的，是很符合。哇，这个确实，我觉得我爸爸应该喜欢喝这个。到时候走的时候给爸爸送一点。对，可以带一点。然后你在这个我们的公道杯里面，然后等它温度降到40度以下，你再闻的时候，它会有那个淡淡的闻花香。闻一下。是的，挺香的，整个杯子的感觉是香的。哇，这个真的，我喝一杯我就已经开始冒汗了，喝一杯就已经冒汗了。所以说这个叫男子汉的茶，它确实不太一样的。我入口第一口就感觉很不一样。那小熊，我们这就这款就少喝一点啊。好，因为喝完这个茶，好像我还得给你推荐，再试喝一些我们这边本地的一些精品咖啡啊。对，我还要喝咖啡，那我是非常期待咖啡的，因为我非常喜欢喝咖啡，我就是一个咖啡脑袋，就我每天要不停的喝咖啡。我跟你一样的，是吗？我早上如果没有喝咖啡，我就感觉好像没起床。对，我感觉我早上如果不喝咖啡，我这一天就没开始。从喝咖啡那一刻，我这一天才开始。是这样的。磨烈确实不错。叫什么叫生活无解，来杯拿铁。对。来，然后一杯下肚，我们就可以开始跑课了。来，我们来，你们先喝第二杯给你们喝。敬大家。来，敬大家。那么家人们，我们这一款就喝到这里就行了。对，因为我已经开始冒汗了。对，一定要对那个小熊要温柔一点。大家都很温柔的，等他们来找您的时候，您也对他们温柔一点，对他们好一点，可以吗？给他们喝点好喝的，然后可以陪他们聊聊天，然后跟他们多讲讲话，可以吗，老师？如果他们有要求的话，我甚至可以像我俩今天晚上喝一样的，慢慢陪他们品。对，可以。几小时？那我们就开始冲我们的咖啡了啊。好的。我看我先给你来3款吧，3款行不行？可以。我量少一点，然后这样我俩两个人喝，然后喝一个人的量。好。然后这样的话，你又能多喝几款。能够多尝几款啊？对，可以的。那么首先我们再喝一个先从新喝淡雅的开始吧。我们喝一款那个黄波邦。这个黄波邦它是咖啡里面，颜色会跟很多咖啡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成熟以后是金黄色。那很多人认知的咖啡果，它是叫樱桃咖啡，就跟那个樱桃长得是一样的，是青红色的。这一款它是长得金黄色。
让我来尝尝。它主那要的现在这个是豆是吗？咖啡豆是豆，我们要手工要手工磨。好了，我们老师要来展示了。然后展示之前，我想说，就是我们刚才不是喝了三款茶吗？就分别喝了西归、磨烈、大雪山3种茶。然后呢，3种茶的风味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像临沧这里就是这种生态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城市，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自己来亲自体验一下，来享受一下坐在山间喝茶喝咖啡的这种感觉，把时间真正的留给自己。大家可以亲自来体验，因为我不管我喝多少杯，不管我怎么跟大家表达，它都只是我自己的主观感受，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来亲自体验，好吗？然后也可以来找我们的朱庄主，找朱庄主玩。那临沧呢，就是它地块特别好。首先，它是在我们的一个地域范围里面，它是在北纬23度，正好就是这个线刚好穿过啊，所以在我们这边的海拔到1800、1900，它都不会下霜。那么我们的好咖啡都会种植在1400以上的海拔，最低都会低过1200。像这款呢是种植在1500到1600中间的一个海拔，1500到1600的海拔。对，为什么要海拔？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有海拔有多少？1450。哦，1450，哇塞，好听是。所以我们做这种做农民，都是对这种土地的这些情况，然后都是要了解的特别清楚。对，这就叫做术业有专攻。是，术业有专攻。大美临沧，我们刷起来大美临沧好吗？大美临沧。因为我是觉得这里，我真的觉得是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就是整体，我不管是上一次来还是这一次来，我都会觉得这个城市是一个幸福指数很高的城市。就是如果你在城市里平时有压力，然后你都可以到这里来做自己，躲一躲，然后看看各种美丽的风景，然后在这个美丽的风景中去体验咖啡，体验茶。大美临沧。小熊，你要不要闻一下干香？行啊，这一款呢，它我其实我很喜欢咖啡豆的味道，因为我在家里，就是我开车的时候，我会在车里放咖啡豆，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咖啡豆的味道，就是我觉得闻了之后我会很舒服，就感觉到很幸福的感觉。对，我也是喜欢放一些散的咖啡因，然后放在车里面，就对闻着那个感觉就对，因为它那个咖啡豆的味道，它会随着那个时间，它会越来越没那么浓。它放在车里，它那个味道就是刚刚好，和那个车载香氛或者什么之类的，它混在一起，那个味道超级，我特别喜欢那个味道。那你描述一下这款你闻到的味道。这一款，这个是算是中烘的。对，这个是浅中烘的。浅中烘的。那你还是厉害的。是吧？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喝咖啡。是花香调吗？对，其中有一个味道是花香。不小心吹出来了，吸太猛了。这个味道其实很好闻。这个咖啡的名字叫什么呀？这个咖啡叫黄波邦，我们给取的名字叫青阳。那听上去很像那种武侠小说里面的那个名字，但其实我们是从《诗经》里面调出来的2个字组装在一起，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比较中国化的一个名字，就感觉就是我们自己的品种。对，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种，什么款的？叫黄波邦。这都能闻出来，其实是能闻出来的，就是你能闻出它的浅烘、中烘、深烘，然后可以是花香、果香，都可以闻出来的。大美临沧，要喝西归，要喝磨烈，要喝大雪山。我觉得你们如果亲自来到临沧，可以亲身的去体验一下，可以找我们的朱总玩耍，人真的非常好，大家一起玩。对，人真的非常好。大美临沧，什么香味？它是花香的，里面有花香的。
黄波帮，对，是，那看来是有一个是比较懂咖啡的。黄波帮。我一天喝几杯？我不定的。如果说我的工作节奏很快，就是我一天要熬很多夜的话，可能5杯，不少于5杯吧。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如果不是那种要高强度工作的话，可能2杯。但是我是那样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天天做手冲嘛，就是可能喝的没有这么好，就是我就是那种普通的咖啡机，然后我会放浓缩放的很多，我基本上是用浓缩的咖啡液，然后不兑水，直接放冰块，然后喝。您看年纪轻轻都变成那个咖啡老手了。对，我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如果太淡了，我就喝的觉得不得劲儿。其实那些喝咖啡时间比较长，就是那个历史比较长的那些国家喝咖啡的人的那种习惯是跟你是一样的。是跟我一样的是吧？所以我喝的是对的。对。那这一款呢，你看它会有一些罗望子啊，然后杨桃，这样的一些喝起来会有这样的口感。你闻一下，它会有一点点那个板栗的那个花香。板栗的。这个味道也是挺好的。你慢慢尝一下。来，我来品尝一下。就是凡是出好咖啡或者出好茶的地方，它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地域，就是在它这个地域的东面要有一条大江大河。所以你看，我们整个临沧出那么多的山头茶，出那么多的好咖啡，就有临沧江。对，就是我们在澜沧江。澜沧江。然后我们是上午晒太阳，早上晒太阳，然后下午太阳最烈的时候我们不晒太阳。那这样的话，茶叶和咖啡里面的咖啡碱、咖啡因、单宁的这些含量就可以下降，然后就变成一个低因咖啡。它的咖啡因就会降低。尤其是像一些那种喝咖啡的人，然后他对咖啡又很上瘾，然后这些人他们就会追什么？就会追咖啡因含量低一点。他们主要是要过一下他的嘴瘾，然后闻一下那个味道。对，但是不能过多摄取咖啡因。对，过多摄取咖啡因是不太好的。但是我是那种，就是我喝咖啡，我感觉我一天喝再多杯咖啡，我都能睡着觉，特别耐受。对，我咖啡特别耐受，因为我有一些，因为我妈妈是咖啡不耐受，她可能喝1杯，她就开始会有那种不耐受的反应。但是我是喝多少杯都没有这个感觉，我是可以一直喝。我俩差不多，是吧？没有喝咖啡睡不着，没有喝咖啡也醒不来，醒不过来。感觉睡觉和醒来都需要有咖啡。对。七彩云南大美临沧。那临沧这块地方，它还有一个特别牛的地方，就是它会有很多的云雾。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临沧的话，我们今天其实就有很多对，尤其在干旱的季节，然后它有了那个云雾的滋养，所以在干旱季节能给茶叶和咖啡补充很多的水分。所以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说，其实我们是天养的，真的老天爷很照顾我们，给了我们一块这么好的土地，就是专门可以种植咖啡。对，所以种植一些好像能让人上瘾的，你看茶叶也是，咖啡也是。确实，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咖啡对于我来说，像是我生活里的一个必备的，像给我自己能充电的一个东西，因为它能够让我更加的清醒，然后更加的冷静的去思考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我如果人在很困的时候，它可能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稳定的，但是如果我喝了咖啡以后，它是能够让我非常清醒、非常稳定的去考虑各种事情，然后做各种决定，或者是工作也好、创意也好、什么也好。对。然后我其实我前面看到就是我其实前面看到就是咖农他们就是其实是在处理那个红果的时候是非常讲究的。对，我感觉他们是很专业、很讲究的在做这些事情。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行业它都有自己的术业有专攻，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我很佩服这种，就是不管任何行业，它非常深耕、非常去往下钻的这种精神，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像我们的话也跟那个欧美和日韩的一些大企业在做合作，那么这些人对这种品控啊，然后对生态环境啊，然后这些都要求都特别高，所以我们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他们倒比我们进步很多。就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去保护好一颗咖啡，
怎么样去把控好我们采摘的那个它的成熟度，加工过程当中怎么样处理好我们的环境卫生，然后怎么样才能把我们咖啡里面带来的瑕疵用更好的一些手段然后去把它规避掉。所以这些都是技术。这些是技术和一些经验。七彩云南大美临沧，入口酸吗？我觉得不酸。下一款就会有一点微微的酸，微酸的是吧？其实酸的就是微酸的也是好喝的，是果味的是吧？它其实咖啡很多人有几个误区啊，就是认知上的误区，觉得酸就不好。第一个最大的误区是99%的人都会觉得云南小粒咖啡是一个品种但其实不是，是种在云南的叫云南小粒。因为小粒咖啡里面它一共有2600多个品种，2600多个品种。对，种在云南叫云南小粒，种在越南叫越南小粒然后当然这些品种都出自于埃塞俄比亚，然后它的祖先都在那个地方。对，那我感觉确实是我有看到很多，因为我买咖啡豆的时候，看到很多背面的产地都是埃塞俄比亚。所以等到这款我们喝完的话，我会给你喝一款全世界小粒种的祖先，好，然后叫铁壁卡。就这2000多个小粒种里面的基因，然后都来自于它的基因，就是所有的小粒种咖啡里面的祖先。我们来品尝一下。其实我也看到过我上次来的时候喝到过一个品种，我不知道老师您知不知道，它就是它的味道其实有一点像果汁，然后它是有那种蓝莓味、红酒味，然后它就是没有那种普通那种，不像普通咖啡有那种那种苦咖啡那种感觉的。那个是什么品种？那个是龟夏，然后最后一款我就是要给你喝龟夏是吧？那个是目前我们小粒种咖啡里面最顶级的一个咖啡。难怪因为我不知道名字，因为我是上次喝过的。我一直想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龟夏是吧？对。然后现在我也是在带着你从那个口感，然后或者是从它的这种品质，然后从风味的复杂程度，然后也是在慢慢往上升。对，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按照我的口味，我觉得那个龟夏是我觉得比较惊艳的一个咖啡，我觉得是好喝的，因为它是像果汁一样那种味道。你光听它的名字也很浪漫，玫瑰的瑰，夏天的夏，对，龟夏。然后这个品种很神奇，龟夏馋了的话就来临沧喝吧。它虽然那个龟夏很好喝吧，但其实它价格也很贵。是吗？难怪它是属于咖啡里面的贵族。龟夏也很贵。好有品味啊，兄！不是，我觉得喜欢任何一种咖啡都很有品味，没有说哪一种就更好，只是说更适合你。龟夏很好喝。小熊，你想试试这个吗？可以啊。你可以吗？其实我弄过。对。主要是平时你都是喝那个比较方便的，因为经常不可能喝。对，我是喝的是全自动的咖啡机，但是可能就没有这个您这样手冲的口感好。但是你那个工作效率高，对，影响不耽误。对，因为我平时生活节奏会比较快。来，这一杯我来磨了给大家喝好吗？我来磨这一杯。其实我最早的时候用的咖啡机也是半自动的，就是需要先自己磨豆，但是我是买的那种自动的磨豆机，然后买了磨豆机，磨完豆之后往那个手柄里面倒，然后压粉，压完粉之后再出那个咖啡的。那就是你喝咖啡其实是时间很久，很年轻的时候就对，应该说很小的时候。对，我应该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喝咖啡了。所以你是很洋气的。不是，就是很爱喝咖啡。因为我不是很爱喝甜的东西，我喜欢喝就是稍微苦涩一点的东西。就证明你的人生里面有很多是自己体验过很多不同的层次的那个阶段的。对，那是当然，所以年纪轻轻内心有很多的历练。是的。我之前看到过别人说一句话，
说生活已经这么苦了，然后咖啡还是这么的苦。因为但是我不赞同这句话。我觉得就是生活就是为什么生活里就是生活是苦的，然后你还要一直去找这些苦的，因为只有你一直在尝试这些苦的时候，那个偶尔出现的那个甜才会显得非常的珍贵。对，就是这种，就是如果没有看见过黑暗，你就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对，我是这样觉得的。然后您这次可以闻一下，它是有一些发酵的那个感觉，然后会有一些那种好像菠萝已经熟得很透。菠萝味的。对，的那个感觉。这个味道也很好闻，这是果香。对，果香，对。果香。我觉得你真的是喝咖啡，对这个咖啡是很了解的。这一款它最明显是2种果香，然后一种是那个蓝莓，另外一种是果脯。然后2种果香。因为我每次买咖啡豆，我就是抱着那个气孔闻，我就一直闻，因为我很喜欢咖啡的味道。所以它这款的发酵味道里面，它会有那个果脯的那个味道，就比如说我们吃一些那个杨梅啊，还有青梅做的果脯啊什么那种，就发酵类的那种东西。那中国人尤其是对这种做发酵类的食品呢，他又很擅长所以我们在做加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添加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工艺。老师，这一把能不能你教我一下怎么做这个手冲？好，因为我还没有做过手冲。现在我已经帮你把杯子已经温好，这个纸已经弄好了是吧？对。那您现在是需要把这个咖啡倒在这儿，然后我俩是用了1个人的量，但是2个人来分享。好的，全部倒满是吗？那这次我用了15克的咖啡粉，那么1比15的话，15克大概也就是要用200毫升。对，差不多200毫升。好的，我试一下。您试一下。好的，小心烫啊。然后您现在是要先把那个咖啡全部打湿。先打湿，要这样转圈吗？你就把它全部打湿就行。打湿这个过程我们叫它叫氧化，这水里面的氧气比空气里面氧气更充足。这迅速氧化以后呢，它会把咖啡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风味逼出来。好，可停一下，让它在那个发泡的那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它已经那个没有冒泡了，那就证明我们的这个氧化过程已经全部氧化完成。那么接着你就开始按一下这个归零，然后再倒200毫升。对，再倒200毫升，然后你就从中心点慢慢顺时针，然后往外面转。从中心点开始转。对，然后水性可以细一点，从中间开始。中间开始。因为这次用的滤杯是一个右手杯，所以说它是顺时针的。如果我们用的左手杯，我就是逆时针的。可能我这个不是很完美啊，老师。你已经很完美了。如果再把咖啡冲得更完美，那我无地自容。没有，这个确实我第一回自己做这个手冲。我看你已经是有模有样了。学的。哎，老师，这种咖啡豆是不是其实也可以做冷萃？可以。其实我也很爱喝冷萃，做冰滴、做冷萃都可以。我觉得冷萃的口感其实也很好。对。你看，我看小熊在冲咖啡的时候也是赏心悦目。这亲人们是不是觉得那个小熊在冲咖啡的时候很认真的时候，也真的是赏心悦目？好的，没有水，没关系，够了是吧？够，应该够了。好的，这一杯是我来冲的咖啡，学会了，给大家先喝这一杯吧，好吗？庄主好会说话。说庄主很会说话。没有，我是事实上就怎么想到就怎么说。我其实是帮大家说了，大家想说的。大家都想说庄主很厉害。没有，大家都想说你很赏心。庄主很厉害。临沧咖啡庄园之约，情商高呀，庄主很专业。对，我我这个不够专业，我只是看着庄主怎么做的，然后我就有样学样来一下。所以说对于我来说，他这样的人呢，不能跟我长时间待在一起，他会抢我饭碗。你学得太快。没事，下次大家来看真正专业的手冲咖啡，来品尝一下。好的，谢谢。然后这一款呢，你喝完你一定要把那个杯子放冷，然后再闻一下它的那个焦糖感。就是喝完之后是吧？然后等到杯子冷了以后，就特别明显的一个焦糖感。来，这杯先给大家喝。
好讲究，想学，大家来找庄主学吧。我有点还是不够专业。你不能太专业，不能抢人饭碗。不会的，庄主，不用担心的。像你因为你看学这么快，其实这款的酸感要比上一款会更炸裂一些。对，这个确实酸一些，它还有那种果汁的那种炸裂，会有一点那个橙汁的那种酸。对，但是酸完之后，它跟那个西归茶是一样的，它是有那个后劲。对。好喝。还要再来一杯还是？再来一杯吧。确实好喝。等一下，有点闻一下那个冷杯。行，有点喝上瘾了。想来这边，那就来吧。我觉得，因为我说的这么多，感觉不如大家自己来自己体验一下。而且像你现在闻，然后就会有很浓的那个红糖味道。哦，对，有很重，有很重的那个味道。哎，你再来一杯，我就给你换了。我们是不是就要喝那个最天花板的龟夏是吧？对，也就是今年我们拿到那个总统奖的那个。啊，总统奖。这款呢，它对那个种植的环境特别苛刻。首先，我们不能种在跟那个旁边有其他品种的地方。我们现在种的都是在原始森林中间有一块地，然后隔绝其他品种1公里以外，然后海拔到1650到1700的一个海拔，对它的纯净度啊、干净度啊、颗粒度、饱满度，然后它都特别够。尤其是它会有那个白色那个花香，就是像茶花和茉莉花香，然后都会特别明显。一会儿我们就尝这个龟夏，期待龟夏。斩获多项赛事金奖，临沧咖啡实属耐评。这个是肯定是有关注到我们临沧咖啡的。就这2年呢，临沧确实有点，实在是不好意思，就是像这种国际赛事的话，前3名里面总是有2名，然后被临沧拿掉，尤其是冠军。哇塞，这个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太有点水平。对不住。我觉得老师刚才用了一个就是非常平静的语气，讲了一个非常非常拽的话。他说：“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以为是真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事情，他来了一句：“实在是不好意思。”这几年的这个国际奖项上前几名总会有咱们临沧的咖啡，很专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对不住大家。看没，我们的朱老师很有趣，说话水平太高了，好谦虚啊。没有，我就生怕大家觉得我在吹牛，所以说我怕得罪大家。不会，不会。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咱们，就是因为他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就，应该是咱们整个国家或者是整个临沧的一个荣誉。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说出来的。就各位同行如果看见，然后也不要骂，阐述一下事实。就是这么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荣誉感的事情。还得是咱们临沧很厉害。咱们今天其实就是真的就只是想带大家看一看我们临沧的咖啡和茶这些文化，还有带我们的朱庄主给大家科普，因为我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专业，然后让大家了解的更多，让大家更了解临沧，更了解这一块非常舒适、非常多元化发展生态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地方，然后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魅力。但是呢，它的魅力远远不止于这个镜头所给大家呈现的，也不止于我给大家表达的。大家一定要亲眼来看，才能更多的体会到它的魅力。对，其实临沧有很多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们这边有那个万亩杜鹃花，都是古树杜鹃，对，杜鹃花是吧？杜鹃对，还有那个千里长湖，像南长江，对吧？然后百年古树茶，
几十种不同口感的各种各样的野生菌。然后这个我是觉得就是这边特别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物产会很丰富。其实我刚来到临沧的时候，就是我收到了一束我们临沧文旅老师送的一束鸡枞菌，对，那个花就是最后那一束花我去吃晚饭的时候就把它带过去了，直接就吃掉了，就是一点不浪费。这也是特别独特的花，是吧？对，感觉到就是我那一束花，就是上面全是鸡枞菌，插满了鸡枞菌。你会不会感觉你在吃一幅艺术品？对啊，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我确实很震惊，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花。这鸡枞的形态其实是特别好看的，如果像做一些版画之类的，它的那种它在就散开的那个状态啊，就特别张扬，然后会有那种就特别有力度的那种感觉。它是我们那天吃的是把它炖成汤吃的，非常非常的鲜，非常非常的鲜，很有意义的花，对，一点都不浪费。小熊，你还要再闻一下这个？好的，这个就是龟夏是吧？对，行，就是总统奖那款龟夏。哦，这个就是我说那个味道。你看你这个，我鼻子很灵，一个是体感好，二一个是记性好，然后记忆力特别好。对。这个确实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它很特别，我感觉，那你闻那个味道，就感觉你吃了很多巧克力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对，它有那种巧克力的那种香甜味，我好期待这一款咖啡，非常期待，非常期待，有被安利到。这款呢，我会做一个分段式注水。然后第一次注水呢是用到92度的一个水温，然后第二次注水的时候，我会把温度降到40度，然后降到88度，然后这样的话尽量就把它的那个甜感和你刚才说的果汁的炸裂感它就可以激发出来，是吧？对。体会临沧的茶文化和咖啡文化。对，但是其实临沧远不止茶和咖啡，临沧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以大家来体验，大家来看。对，临沧是一个那个多民族聚居地，所以一个村和一个村的那种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样，然后过节日的方式都不一样。那临沧是除了全中国的地州市里面除了喀什以外，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它的文化包容性也很强，也很强。所以甚至一个家庭里面，一家人可能会有4、5个民族。爸爸一个民族，妈妈一个民族，娶进了老婆又是一个民族，然后嫁出去的女儿又嫁给另外一个民族。那确实是挺特别的，就是特别好玩，就感觉那种民族大融合就在这个地方就发生了。那这次，那我觉得它的整体这里的包容性都会非常的强，大家都会比较尊重互相尊重互相的文化和传统。对，有一些山寨里面的朋友，他们会说好几个民族的话，随意切换。轻煮时光慢煮茶，这个说得好。轻煮时光慢煮，对，大家在说，大家在说。那这一款它的香里面，你闻一下，它会有一点那个面包在发酵的那个味道。那这种味道如果发酵不好，就会变成什么样呢？会变成那种豆豉的味道。所以掌控这个发酵的度，它特别关键。但是现在这个闻起来就是香的。品尝一下。好。哇，今天真的是，因为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就有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很幸福，就是可以喝到各种各样风味、各种各样品种的咖啡，其实是很幸福的。今天又是很开心。想喝了可以大家亲自来体验体验，我觉得来一个能闻到香味的手机，或者说想要通过这个手机闻到这个香味，那我们就等待那个穿戴设备出现的时候吧。对，我们可以云喝。对，我们可以，那就可以做到云喝了。但是在这之前，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来体验，喝爽了。
哎呀，因为其实啊，我平时的生活就是工作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然后又节奏又很快，能够像今天这样就是听着外面这种雨声，然后在山里喝着咖啡，喝着茶，这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很 chill 很惬意的感觉，很舒服。所以这个地方呢，又能喝茶又能喝咖啡，就像很多朋友问我说：“哎呀，说你在你的内心里面，你又做茶又做咖啡，哪一个才是你的白月光朱砂痣？”然后我跟你们说，我说茶叶是我的妈妈，然后咖啡是我的爱人，两者不可分割，两者都要，左手咖啡右手茶，生活不要太复杂。哇塞，厉害！学会了吗？左手咖啡右手茶，生活不要太复杂。非常有意境，真的很舒服。就是其实外面现在是有那种淅淅沥沥的小雨在下，然后其实如果不是我们现在在直播的话，庄主还有一个音响，在直播之前庄主其实是放着音乐的，但是为了直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大家能听清楚我们讲话，所以说把音乐关掉了。如果你们真实的过来体验的话，这边还又有音乐，又有咖啡，又有茶，然后还有外面的美景，云海。平时我也会做一些自己的音乐，因为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其实是做乐队的。做乐队的，对，是摇滚乐吗？摇滚乐。哦。真的很惬意，对，两位都很会表达，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中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让人很舒适。然后其实啊，如果说下一次我再来的话，我下一次再来的话，我想要去西归住，然后我就住在西归，然后我就可以看一看云海，然后看一看日出日落，然后在大山里走一走，然后能够感受感受大自然给我的馈赠，然后从这里汲取一些能量，然后再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完成更多的事情，实现更多的价值。那就一言为定哦。Okay, 说话算话，然后不能给我放空号啊！我记得的啊，不会，一定要下次把那个更多的时间，然后留给我们西归。好的，你就住在这儿看看云海，我带你去采采咖啡，可以去看看果树茶，然后在我们的林子里面走一走，然后就会很舒服。好的，可以。去海口看日出日落，对的。反正呢，我觉得呢，就是所有的我的所有的表达可能都不如你们自己亲自来体验。然后呢，希望呢这个地方能够让你们更加的喜欢，然后更加的了解。那我们这场直播也就很 OK 了。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播到这里吧。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再见喽，拜拜。然后大家可以来临沧，然后找朱庄主，然后来这边玩。大家朱庄主也说过了，对吧？也会请大家喝茶喝咖啡。只要关注到然后小群了，然后我都请喝咖啡。对，看到没？说好了，说好了，一言为定。OK，然后我俩再见一下我们的朋友们。来。拜拜，拜拜，拜拜。